2022新年伊始，美国就加大力度在中国周边搞事情，又是航母，又是 F-35，连战略核潜艇也来凑热闹。不过，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一通作秀都是美国的独角戏，没有任何其他国家跟进。对于擅闯西沙的美舰，解放军自然也毫不客气，予以驱离。周四，解放军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田军礼空军大校发表谈话表示，当天美海军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闯入中国西沙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进行跟踪监视，并予以警告驱离。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采取坚决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当天稍晚时候，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校发表谈话指出，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国政府于1996年公布了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并对外国军舰进入中国领海有关事宜作出了明确规定。美方行径根本就不是其宣称的航行自由，而是侵犯中国主权、危害南海和平稳定的严重挑衅，其性质十分恶劣。我们要求美方认清形势，停止挑衅。中国领海不容美国军舰横行霸道。航行自由，它是西方这个海权国家特别关注的一个敏感议题。就是听到这个口号，或者是以这个幌子，就容易帮助美国去拉拢亚太地区内部，或者是亚太地区外部它的盟友。那么第二个呢，我们看美国它构建一个地区安全架构的方式就是通过去不断炮制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制造危机，来进一步的去拉拢和团结盟友。美国海军第7舰队在社交媒体发布的照片显示，本福德号导弹驱逐舰与杜威号导弹驱逐舰和一架 MU-60R 反潜直升机在南海进行训练。深圳卫视注意到，美海军本福德号驱逐舰擅闯西沙领海，正值美国总统拜登执政将满1周年之际，也是2022年美国海军首次到南海挑衅。周三，拜登召开美国史上时间最长的总统记者会，吹嘘自己的政绩，但在场美国记者并不买账，不断针对拜登的选举承诺跳票发难。英国《金融时报》则泼冷水称，2022年将成为拜登的危险之年。他肯定这种挑衅性行为不是偶然的，他一定是有意为之的。那么第一个时间点就是中国的重大节庆日，我们的春节还有我们冬奥即将来临，就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一种冒犯。那么第二个时间点就是正值拜登他执政1周年，所以他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去高调的宣示，在拜登接下来的任期内也不会削弱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因为南海一直是美国对华博弈的一个重要的筹码。去年7月，美海军本福德号驱逐舰也曾闯入同一海域并过航台湾海峡，9月还曾进入美济礁海域，均被中方驱离。本福德号是美国海军第15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1996年3月30号入役太平洋舰队，母港为加州圣迭戈基地。2015年起进驻日本横须贺基地，主要任务区域为朝鲜半岛、东海和南海，职责是为前沿部署的美军和盟友提供对空防护，从而增强美国主导的军事联盟的战略威慑力，并声称要确保美军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快速介入任务区域的任何位置。本福德号的主武装是舰上的 MK41通用垂直发射系统，能够发射从标准系列舰空导弹到战斧巡航导弹、阿斯洛克反潜导弹在内的多个弹种，总载弹量为90枚。升级后的基线9系统是其搭载的宙斯盾系统，与 F-35战机和E-2D 预警机等高速互联。外界注意到，美军目前有卡尔文森号航母也在南海附近水域，林肯号正跨越太平洋赶赴西台，再加上驻扎在日本的里根号，中国周边已经聚集了3艘美国核动力航母，再加上2艘2栖攻击舰，共有5艘大军舰，这实属罕见。不过，有军事专家指出，这些军舰执行的任务并不相同，同时出现在中国周边，更多的只是在交接班。当然，也不排除这些军舰会选在某个海域进行美军的传统项目大合影。因为我们知道美国目前它其实只有11艘航母，那么3艘航母聚集在中国周边，它这个数量之多，还有这个态势之罕见，我们是应该警惕的。美国战略一直在东移，美国它也确确实实一直把这个核动力航母当做它一个重要的筹码，来影响一个地区局势的一个重要的筹码。那么这些动作都表明，它是一个维持美国所谓岛链政策的一个动作，将中国的海军力量封锁在这个第2岛链之内。深圳卫视注意到，美国海军研究学会网站周三报道称，
称，这5艘大型水面舰艇一共搭载了至少来自3个航空兵单位的25架 F-35隐身战机，这是美国海军史上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 F-35部署行动，还包含有最先进的 F-35B 闪电2机型。值得注意的是，上周一，美国海军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内华达号高调停靠关岛。美国有线新闻网炒作称，这一潜艇最多可携带约100枚核弹头，是世界上火力最强的单舰武器。观察指出，战略核潜艇也好，航母也好 ，F-35也好，美军2022年伊始就大秀肌肉的政治目的远高于军事目的，都是服务于拜登政府转移战略中心应对中国政策的具体举措。但拜登将中国定义为最主要的对手，受到美国战略界的一些质疑。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去年底的一篇文章指出，把对华竞争贴上战略的标签，就意味着美国已经输了，因为美国把中国塑造成美国首要地位不可或缺的替代者，实际上是以新冷战的方式自找麻烦，因为世界没有分裂成中美2大阵营的打算。全球190多个国家中，有128个国家的对华贸易超过对美贸易，甚至连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仍在不断深化。拜登的印太战略的军事紧张态势越突出，就越招致地区国家的离心离德。可以说，美国的军事压力越大，中国的经贸合作空间也越大。美国去年开始修正印太战略，拜登于10月份在出席东亚视频峰会时首次抛出印太经济框架。周三，白宫中国事务高级主管罗森伯格表示，华盛顿希望在2022年初与印太就此框架建立共同目标，以抗衡北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但分析指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显然属于纸上谈兵，是美国应对 RCEP 生效的无奈之举。受美国优先思维影响，美方主动与亚洲自贸体系脱轨，退出 TPP 之后，更丧失参与印太经济合作的重要抓手。但美墨加协定这样带有毒丸条款的自贸协议，明显偏心维护美国霸权，不可能得到印太国家支持。还有分析认为，美方印太经济框架是以印太安全框架的附属品出现的，后者将侵蚀前者的基础。这个印太经济框架也是它印太战略的一个部分，也是一个新的抓手。它是为了弥补印太战略它的一个经济短板。那为什么不能够落实？第一呢，就是它实质上还是美国优先，实质上还是美国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的一个工具，所以它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目标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战略目标是相违背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美国现在是一个口惠而实不至。那我们看美国，它现在因为疫情的影响，它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它的赤字也在创纪录，还有它的政治议程非常的混乱，所以它拿不出足够的外交和经济资源来吸引这些亚太地区的国家。继周四日本和法国举行2+2会议后，英国和澳大利亚外长、防长2+2会谈，以及由于新冠疫情挪到线上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相继在周五上演。唯一例外，这3场会谈除了讨论双边合作事宜之外，反华浓度超标，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不过，对于美国拉拢盟友应对中国的行为，更多华盛顿口中的伙伴选择保持清醒态度。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周四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视频会晤时就直言，德国不会跟风搞麦克风外交。当地时间周五，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和国防大臣华莱士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和国防部长达顿在悉尼举行本年度首次面对面的2+2磋商。此次会谈原计划旨在加强两国的国防以及贸易关系，落实美英澳关于核潜艇制造的事项，但4人的对话却逐渐走偏，疯狂将话题带到中国身上，宣称两国均受到了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深圳卫视注意到，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多处对中国内政指手画脚，不仅妄议香港国安法、香港新选制、新疆人权，还宣称支持台湾地区有意义地参加国际组织。对此，驻澳大利亚使馆发言人周五表示，中方在台湾以及涉海、涉疆、涉港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对澳英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编造虚假信息、肆意抹黑中国、破坏地区国家团结互信的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自特拉斯和华莱士周三抵达澳大利亚开启访问行程以来，就在多个场合大肆攻击中国。特拉斯同澳外长佩恩周四举行双边会谈，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称，澳英两国将通过提高网络空间中敌对国家活动的成本来增强威慑力。尽管声明并未点明究竟谁是敌对国家，不过路透社当天的报道就披露，澳防长达顿直指两国将联合反击来自中国、俄罗斯以及伊朗的所谓网络攻击。
周三接受澳媒采访时，特拉斯更是毫不掩饰地将矛头对准中国，声称当今世界各地侵略性加剧，其中中国对立陶宛和澳大利亚的所谓经济胁迫行为有所增加。对于在疫情肆虐下中国外贸的优异表现，特拉斯则误称全球对中国有不健康的经济依赖。我们国际关系讲这个经济相互依赖，就是说两个国家之间这种贸易的这种密切，实际上对两个国家之间关系会有这样一个影响。那么在亚太地区，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这样一个讨好贸易伙伴都是中国，但是中国是否去动用这种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这些国家进行其他方面这种打压，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显然来说呢，这样一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把双方之间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经济的共同利益说成是一种威胁，很显然是为了去炒作中国威胁是不择手段了。在专访中，特拉斯大肆鼓吹美英澳 AUKUS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注意到，针对澳大利亚核潜艇的交付方式，特拉斯说，澳大利亚不一定是选择英国机敏级或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也可能采用三国联合协作开发的方式。这也就意味着英澳可能还会探讨开展更直接的军事合作，其中可能包括将英国核潜艇短暂停靠在澳大利亚等。在特拉斯看来，同澳大利亚等盟友建立更深层次的防务关系，对于对抗中国的影响力至关重要。对于这番反华陈述，特拉斯自信表示，时隔50年，英国再次找到自己的声音，相信这一声音会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欢迎。观察指出，特拉斯的专访释放出2个信号。首先是此次英澳2+2会谈以所谓投资网络安全合作为幌子，实际上针对的就是中国。当前，英国国内政局高度紧张，首相约翰逊派对门丑闻持续发酵。雪上加霜的是，英国疫情愈发焦灼。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拉斯和华莱士2位内阁重臣依旧选择亲自远赴澳大利亚，显然不是单纯为了推广所谓自由网络的理念，而是以应对所谓中国威胁为幌子，让全球英国在亚太地区落地。另外，特拉斯之所以不再掩饰他对中国的敌意，背后别有用意。在出任外交大臣之前，特拉斯曾担任英国脱欧后的国际贸易大臣，高调呼吁政府应该在贸易领域更加强硬地对待中国。此时再抛反华言论，除了迎合被美国绑在反华战车上的澳大利亚之外，特拉斯也顺道为自己一贯对华立场背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在周五晚些时候举行视频会晤。日媒指出，这是岸田政权启动后的首次正式日美首脑对话。此前，岸田一直期待尽早与拜登举行面对面会晤。他原本计划在去年底之前访问美国，但由于疫情等种种原因未能成行。尽管如今会谈改为线上举行，主题却还是老一套。白宫5天前就预告说，双方将确认加强日美同盟的方针，通过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机制，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愿景，探讨共同应对气变危机以及合作研发新技术等。而在一套加强日美同盟说辞背后，预计还将针对中国商讨安全保障合作，立即让人明白会谈的真实内容和指向。而在日美首脑视频会谈之前，日法外长防长周四举行的2+2会谈也释放出浓浓的对华火药味。联合声明中就塞满了针对中国的内容，包括就东海和南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以及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此外，在安全领域，日法确认将举行定期军演，以及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的可能性交换意见。深圳卫视注意到，日澳刚刚达成相关协定，引发各方关注，因为它将极大地便利化两国部队访问对方国家。外界注意到，在近几天的双边会晤中，美国一直在背后穿针引线。英国和澳大利亚想要开展军事合作，离不开美国组的 AUKUS 小圈子，并妄图帮助澳大利亚打造核潜艇。给亚太造成安全威胁的美国，却还拉着日本于周四就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发表联合声明，称注意到中国加强核能力，呼吁中方采取措施减少核风险，增加透明度，并推进核裁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五回应说，中国坚定奉行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始终恪守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明确承诺无条件不对无核武器国家和无核武器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赵立坚一针见血地点破，美日对中国核政策说三道四，完全是为了转移视线、推卸责任，掩盖自身在核领域的斑斑劣迹。我们奉劝美方管好自己的事儿，切实降低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承担起
自己在核裁军方面特殊优先责任，进一步大幅实质性的削减核武器。尽管美国近期频繁拉拢日本、英国、澳大利亚等圈内国家，把反华议题搞得相当热闹，不过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金灿荣认为，拜登政府在拉动盟友方面实际上并不怎么成功，除了一些铁杆小弟，并没有更多国家跟着美国跑。周四在同国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举行视频会晤时，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就直言，他同意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就人权、民主等议题与中方进行平等对话，增进相互了解，不搞麦克风外交。其他盟国它也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利益诉求，那么他们和中国之间也存在着许多这样共同利益，这就使得他们去配合美国的这样一个对华战略方面可能会三心二意，甚至在不同议题领域可能出现一个截然不同的这样一个态度。那么这种联盟因素呢，它并不能够完全主导美国的盟国采取怎么样的这样一个对华的战略或者是政策。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对于英国与澳大利亚即将举行的首次外长与防长2+2对话，并准备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中国，您怎么看？要了解英澳首次2+2对话的目的和意义，我们还是有必要倒回头去了解去年美英澳结盟的目的和意义，甚至要倒回头去了解5年前英国脱欧的目的和意义。这2件事情的目的和意义显然是被外界严重低估了。对于英国脱欧，外界只是看到了它的经济影响，忽略了其在政治以及英国国家发展战略上的意义，甚至认为当年英国脱欧公投过关了是一个意外与不幸的事件。对于去年美英澳3国结成同盟，外界则只看到了它在军事与安全层面上的意义，而忽略了它在意识形态博弈与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事实上，英国脱欧与加入美英澳同盟，这不仅是英国100年来的2件大事，而且这2件事情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英国脱欧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入美英澳同盟。加入美英澳同盟，这不仅意味着英国在100年后紧随美国重返印太了，而且意味着英国想要重新组建与振兴盎格鲁撒克逊大家庭，也就是近几十年来已经逐渐淡出国际政治舞台的英联邦，甚至是重新擦亮100多年前日不落帝国的招牌。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英国这次加入美英澳同盟，绝对不仅仅是意味着英国100年后重返印太了，而是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重新滋生了想要主宰印太，甚至是重新主宰全球秩序的野心。因此他对于美国结盟战略、未来的西方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冲击和影响，将会是巨大、长远而深刻的。那为什么英国加入美英澳同盟会意味着盎格鲁撒克逊人想要重组当今的世界秩序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当前西方的那一套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它的真正发源地其实是英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发明创造了他们，并通过对外殖民的方式推销到了全球许多地方。那么接下来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英国又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想要重组盎格鲁撒克逊人大家庭，重新焕发日不落帝国与大英联邦的昔日荣誉呢？我认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秩序出现了3大新的变化。其一是英国认为跟他们有着不同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中国的崛起，挑战到了由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更准确的说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其二，英国认为近年来美国的力量已经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不足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其三是美国在冷战期间构筑的西方同盟已经呈现出了一盘散沙的状态，尤其是欧洲大陆国家人心已经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不再听美国的招呼了。我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英国才做出了脱欧与组建美英澳同盟，并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决定。其目的是要利用盎格鲁撒克逊人
以及英联邦老祖宗的身份，重新召集其昔日的英联邦成员，以对抗中国为名，重组当今的世界秩序。我们看到，在英澳即将举行2+2对话的前后，美日也在举行对话。同时，澳大利亚与日本有发展成准军事同盟的迹象。对此，您又如何看呢？我在前面说到了，英国正是因为看到了美国领导的联盟力量出现了弱化，尤其是欧盟不听话了，才决定要组建美英澳同盟，并重组盎格鲁撒克逊大家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英澳组建小同盟，实际上是美国在组建西方大同盟之后的又一次回归与退守，也就是要在西方大同盟内部组建一个小圈子的核心同盟。但是美英澳肯定不会满足于这个小圈子同盟，为了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力量来跟中国抗衡，他们将会以美英澳同盟为核心，在北约组织之外另起炉灶，也就是组建一个亚洲版的北约。而要组建亚洲版北约，就必须要把其在印太地区的追随者日本、韩国、加拿大、新西兰都给拉进来。这就是美英澳三国拼命拉拢日韩等国家，并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原因。明白了这些，我们就会知道，美英澳同盟的组建既是西方世界内部的一次重组，也是全球秩序的一次重大而深刻的重组。而这个过程当前正在进行中，值得中国密切留意与高度关注。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俄乌边境危机剑拔弩张，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面对面会谈。继美俄元首会晤后，两国外长再次面对面磋商能否为俄乌局势降温。在与拉夫罗夫会面之前，布林肯先到访德国，和欧洲盟友秀团结。但尴尬的是，拜登周三在一场讲话中失言，揭开了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的伪装。拜登这一次又捅了什么娄子？李永慧、婉瑶深入解读。有台湾媒体周五一早援引路透社的报道炒作称，美国政府正设法加速交付 F-16战机给台湾，以强化所谓台湾的防卫能力。有岛内网友认为，美国加速交机只是想赶着收货款高价出清库存。而与此同时，央媒于近日披露了歼20战机列装部队的最新画面，展示了解放军最新型隐身战机的超强战力。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美国国务院2019年8月批准售台66架 F-16B 型战机，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承制，预算高达新台币2500亿元。路透社最新报道引述匿名官员的话称，美国政府正在设法加速，但尚未得出解决之道，也还没要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调整交机时间。路透社透露，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仅承制台湾下单的 F-16战机，排在台湾订单前面的还有巴林、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即便美国政府要求洛克希德马丁这么做，能提早多久也是一个问题。且为台湾的 F-16战机采购零件也需要很长时间，一旦要加速，反而可能使制程更加复杂。路透社引述台湾资深官员的说法，声称要求提前交机完全基于风险评估，危险在哪里一目了然。解放军军机频频越过台海中线，侵扰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台湾空军每次的升空都在损耗。从台湾执政当局的角色来看的话，当然是希望让大家觉得这个危机好像就大陆可能会攻台这样一个情况呢，好像是已经迫在眉睫了。第一也是对内营造这个危机感，然后刺激就是目前执政当局在未来选举中的这个选票的获得。路透社还声称，拦截解放军军机给台湾空军制造压力，去年就发生至少3起的致命坠机事故。军事专家分析，长此以往，累积燃料成本、飞行员状态和飞机机体的综合损耗，将威胁台湾空军的战备状态。对于台媒炒作美国政府设法加速 F-16交机给台湾的消息，有岛内网友想起了近日台军 F-16B 战机坠海事件，直言破铜烂铁害死飞官，搞这二流武器一直摔，要如何打仗？更有军迷网友问 F-16B 面对拥有代差优势的大陆歼20能有什么鬼用呢？不少网友认为美国加速交机只是想赶着收货款高价出清库存。
值得注意的是，台军目前已经装备有 F-16B。1月11号下午，台湾空军嘉义基地一架机号为6650的 F-16B 战斗机，在执行例行性机炮对地攻击训练任务时实施坠毁。这次事件距离台军高调宣布首支升级后的 F-16B 战机联队接装成军还不到2个月。台军目前的 F-16B 战机其实是由 F-16战机升级而来。1992年，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对台军售150架 F-16战斗机，从1997年4月起陆续交机并成军服役。其中120架单座 F-16A 的编号是6601至6720，30架双座 F-16B 编号为6801至6830。自成军以来，包括这次事故，台军 F-16战机总共坠毁10架，剩下140架中，除了留在美国陆克空军基地10架以及爱德华空军基地的2架作为训练外，目前驻防花莲基地有69架，嘉义基地有59架。虽然服役已整整25年，但直到现在 F-16战机都还是台湾3大主力战机之一。面对解放军实力的快速提升，台军多年来一直想对美军购更先进的3代半战机 F-16CD， 却求购不得，更遑论求购5代战机 F-22或 F-35战机。为了从台湾赚取更多利益，美国最终想出了一个折中办法，即把台湾所有 F-16AB 战机升级至 F-16B 规格，这就是台军花费1100亿新台币的所谓凤展专案。根据规划，140架 F-16AB 将在2023年全部完成升级。台空军参谋长黄志伟在首支 F-16B 作战联队成立当天透露，当时已经完成64架升级。按这个进度测算，目前完成升级的 F-16B 差不多在70架。另一方面，台军还有一批待接收的战机，源自2019年特朗普政府批准售台66架 F-16B 战斗机，预计2026年完成交机，其专案代号为凤翔专案。这是美国自1992年以来首度对台出售战机，台湾也因此成为亚太拥有最多 F-16战机的地区。据台媒报道，新购入的66架 F-16B 战机，未来将在台东志航基地成立新的战斗机联队，原有第7联队将缩编并入空军官校飞行训练指挥部。台军宣称 F-16B 战机提升了逆踪性和远距侦知，强化了视距外作战能力，更能因应现代战争形态。不过 F-16B 成军不到2个月就发生坠机事件，宣告台军牛皮吹破，也让外界看到 F-16B 实际战力。以这个目前台湾来讲，现在台湾其实飞行员非常的缺，所以就是在这几年之内，台湾还是必须要设法能够扩大飞行员的这个数量，而且是能够飞战斗机的这个飞行员的数量，然后呢，才有可能让这66架的 F-16那个 CD Block 70战机进来以后有人可飞，因为这些飞行员这批飞机进来以后。大概以目前来讲，大概需要增加大概近百名飞行员才有办法能够把这批战机吃得下来。所以其实现在对台湾来讲，不在于飞机能不能够提前交付，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飞行员能够操作这批战机，这才是台湾现在空军方面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台媒炒作美国设法加速交付 F-16给台湾之际，多家央媒近期则披露了歼20战机列装部队的最新视频，其中的画面科技感十足，展示了解放军最新型隐身战机的超强战力。战机列队大象漫步的画面更是霸气十足。周二，央视国防军事频道报道了空军航空兵某旅旅长、空军特级飞行员、金头盔飞行员李林的先进事迹。而李林所在的航空兵旅列装的正是备受瞩目的国产歼20战机。报道显示，该旅的战机换装工作非常顺利，歼20已经开始进行战备值班。不仅金头盔旅长已完成改装，全旅至少20名飞行员已经完成换装。报道显示，该旅有名的部队系1大队，也就是大名鼎鼎的强军先锋飞行大队。我第一次飞这个飞机，那种感觉就1个字：爽。我们这个团队换装歼20以后整体面貌看起来和以往完全不一样。这款飞机是许多飞行员眼中的梦想战机。去年6月的报道中，官方首次确认强军先锋飞行大队已经开始列装歼20战机。在周二的节目中再次披露，该旅歼20开始参与战斗值班。这意味着列装歼20战机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该旅已快速形成战斗力。曾经有一本书，其中提过，
世界上只有2类航空器：战斗机和它的目标。G20在我心中不仅仅是一款无与伦比的先进战斗机，更像是一把尖刀。发挥好一把尖刀的作用，你首先得成为刀尖。值得一提的是，两段时边对灯、黑色尾喷口和起飞时红色尾焰等细节都表明，强军先锋飞行大队的歼20是换装了国产发动机的最新版本。而周三，在新华社微博发布的新青年微博视频中，歼20战机的副总设计师龚峰首次出镜，向大家讲述歼20型战斗机换发动机的故事。这既是航空工业首次官宣歼20型战斗机换装国发，也是对歼20型战斗机作为中国空军空战之王的一次充分肯定。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大家，拥有中国型的歼20，身心合一，内外兼修，神心兼备，必将担任起维护国家主权、守卫国土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使命。再来关注俄罗斯和美西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外交博弈。美国白宫近日声称，乌克兰局势一触即发，俄罗斯随时可能对其发动袭击。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五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面对面会谈，争取通过外交化解这场危机。在与拉夫罗夫会面之前，布林肯首先到访德国，和欧洲盟友秀团结，希望建立对俄统一战线。但令布林肯尴尬的是，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在一场讲话中失言，他揭开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乌克兰问题上团结一致的伪装，直言北约各国在对俄立场上还存在诸多分歧。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日内瓦市中心的威尔逊总统酒店举行会晤。这场美俄外长会谈备受关注，但从现场画面来看，两位外长似乎不太有默契。当拉夫罗夫向布林肯致以碰拳礼时，布林肯却以握手作为回应。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双方会谈持续了1个半小时。在几句开场白之后，随后的谈判以不对媒体开放的形式继续进行。塔斯社此前报道称，俄罗斯期待美国和北约就安全保障提议逐条回复，若要求得不到满足，俄方曾暗示或将在古巴或委内瑞拉进行军事部署。目前，美国和北约都表示正在准备对俄方关切给予书面回复，但也认为不应通过公共外交的方式进行，不应向媒体详细公开谈判内容。因此，美俄外长的线下见面被认为可以更详细的私下讨论彼此关切。俄罗斯和美西方围绕乌克兰的博弈在过去一段时间持续升温。值得注意的是，俄海军计划1月至2月在太平洋和地中海等地区举行大规模军演。北约则计划3月初在北极圈内举行最大规模演习，预计28国3.5万名军人参演。在如此密集的军事活动前夕，有媒体将此次美俄外长在日内瓦的会谈形容为火车失事前的最后一站。就说明这个要谈的问题还是非常复杂的，矛盾呢相互之间呢还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谈呢还会有一定的进展，主要还是从它这个会谈的级别来看，在不断的升级，说明呢会谈呢还是有空间的，有回旋的。在与拉夫罗夫举行面对面会谈前，布林肯首先到访德国，在柏林和其他跨大西洋4方安全对话国的外长等举行会晤，和欧洲盟友秀团结。跨大西洋4方集团指的是美英法德4国。布林肯在柏林和法德外长以及英国副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布林肯表示，俄罗斯禁止北约接收乌克兰，违反北约门户开放原则。为展示美欧团结，他和德国外长一起发表讲话，称西方即使深受其害，也不会退缩。We're at a decisive juncture. We cannot choose the path for Moscow, but we can make crystal clear the stark consequences of that choice. Positive on the one hand, if we pursu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But very negative, on the other hand, if Russia chooses the path of aggression. 布林肯随后出席一个公开场合时，再次把矛头指向俄罗斯，指责俄罗斯在边境集结大军，威胁世界和平。To allow Russia to violate those principles with impunity would drag us all back to a much more dangerous and unstable time, when this continent and this city were divided in two, separated by no man's lands, patrolled by soldiers with the threat of all-out war
hanging over everyone's heads. 柏林是布林肯此次欧洲旋风外交的第2站。他周3访问乌克兰，和乌总统及外长举行会晤。布林肯此访是临时安排的，是为了显示华盛顿对基辅的支持。欧盟方面也向俄罗斯喊话，要求俄罗斯不要有任何进一步攻击乌克兰领土完整的行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4在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表示，如果乌克兰局势恶化，欧盟将以大规模经济和金融制裁作为回应。The European Union is by far Russia'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by far the largest investor. And yes, this trading relationship is important to us, but i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o Russia. We hope an attack won't happen, but if it does, we are prepared. 欧盟没有公开说他将对俄罗斯的进一步入侵实施何种经济制裁作为报复，但他已明确表示，如果俄军队开进乌克兰，他将与美国步调一致地对莫斯科进行某种形式的严厉惩罚。法新社等媒体认为，布林肯周4访德是为了建立对俄统一战线，然而拜登周3的一个表态却让布林肯的努力陷入尴尬。拜登暗示，北约各国在俄罗斯小规模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对如何惩罚俄罗斯立场不一。英国《卫报》评论称，拜登公开了北约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实际上，欧洲国家在与俄罗斯发展关系的问题上，也在警惕美国的插手。就在布林肯为了乌克兰局势密集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德国外长贝尔伯克本周也分别访问乌克兰和俄罗斯。在莫斯科期间，贝尔伯克表示，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对德国新政府非常重要。拉夫罗夫也表示，俄方愿与德国新政府全面互动。法国总统马克龙周3曾表示，欧盟要提出独立的对俄政策，必须与俄罗斯展开自己的谈判，而不是依赖美国。我觉得这个现在的问题呢，主要还是出在这个美国它对于自己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以及它利用俄罗斯这个威胁来紧紧的拉住它的这是就是欧洲的伙伴和北约的这个盟国。但是呢，实际上呢，如果一旦战争发生起来的话，那么因战争受到损失最大的应该还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还是欧洲国家，而美国恰恰它可以回旋的余地很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俄外长今天在瑞士日内瓦紧急会商。目前俄乌边境局势高度紧张，西方媒体都在炒作战事一触即发。那么您对此如何研判呢？俄乌会不会走向全面战事？这是开年之际全世界的一个最大悬念。那么在俄罗斯和美国、北约以及欧安组织上月进行的3轮对话毫无进展与突破之后，应该说呢，现在两大阵营的军事角力和布阵都在全面强化。那么看似呢战事一触即发，但是呢也有几个信号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就在今天，在美俄外长在日内瓦会晤之际，那么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言人宣布，下周将会就是否承认乌东闹独立的顿涅茨克与卢汉斯克共和国那么进行磋商。但是呢，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就迅速回应说，现阶段应该避免采取推高地区紧张的动作。布林肯等美方高官以及西方媒体都在把战果雷得山响，警告俄罗斯军事行动箭在弦上。但是呢，至少从俄罗斯的官方表述来看，至今呢仍然是在强调无意动武。那么俄方至今仍然在坚守要求西方提供安全保证的两大底线，也就是呢，北约东扩必须止步于乌克兰，那么美国的战略武器不得部署进入到俄罗斯的周边国家。所以在我看来，外交对话渠道的畅通呢，实际上也意味着缓解危机的这个大门呢，并没有彻底关闭。白宫记者会上抛出的小规模侵袭论引发舆论风暴，乌克兰总统也发推反驳，称军事入侵没有大小之分。那么您对此怎么看？拜登周3在白宫见记者谈了2个小时，号称是马拉松记者会。那么拜登谈到俄乌危机时呢，就说估计普京会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呢，他警告俄方将会付出沉重代价，普京呢将会后悔动武决定。然后呢，争议言论就出现了。拜登似乎要按强度规模对军事行动做出区分界定，也就是呢，在 invasion 即所谓入侵之下，还有 minor incursion， 也就是所谓的小规模侵袭。那么在被记者追问他的具体所指时呢，拜登就回答说，是俄罗斯军队越界杀死乌克兰士兵。
但是呢，这番小规模侵袭说呢，显然是触动了欧洲大陆的神经，尤其是处在军事对峙最前沿的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在俄乌边界陈兵10万，美国高官这几天轮番出来喊话，说俄军事打击迫在眉睫。那么，值此这样一个高危时刻，美国总统抛出小规模侵袭说，言下之意啊，美方对俄罗斯的军事动作反应呢是留有余地的，甚至呢阵营内部对如何做回应也是存有争议的。乌克兰政权当然会觉得自己被出卖了。昨天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推，直接就叫板拜登说，我们要提醒大国，没有所谓小规模侵袭和小国之分。我注意到呢，拜登昨天他又改口了，他在另一场基建会议开始前强调，一旦俄军越过俄乌边境，就是 invasion， 就是军事侵略，俄方呢将会因此面对强力协同的经济反击。那我呢已经就此和盟国详细磋商，并且呢在和普京连线时做出了详细的说明。言多必失，失误频频是拜登的谈话风格。那么这所谓小规模侵袭的说法，真的是美国媒体认定的又一个拜登口误吗？我是不这样看的。为什么您不认为小规模侵袭的说法是拜登的口误？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没错，之前啊，拜登式口误都会引发灭火行动，而这一轮的这个灭火行动呢，似乎规模更大。拜登本人昨天开枪反言了，那么白宫也发布声明否认，那么强调越界也就是入侵，甚至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伯格昨天呢也在柏林和美德外长共同见记者时啊，强调说，拜登对普京低强度军事行动开绿灯的这个看法是不成立的，欧洲应对的立场也是一致的，是毫不妥协的。但是呢，气鼓鼓发推的乌克兰总统，他可千万别对此会错意表错情。事实上呢，对于乌克兰政府而言，拜登所谓小规模侵袭说啊，一定程度上是道出了一个残酷真相。用山姆大叔惯用的一个表达，就是所谓的 inconvenient truth， 是所谓不变的真相。《华盛顿邮报》今天的社论说，生活中有些真相是不便言说的，那么在关系重大的外交活动中啊，就更是如此。那么拜登这所谓小规模侵袭说，就是这样一个不变的外交真相。其实呢，之前拜登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乌克兰并不是北约正式的成员，所以啊，军事共同防御义务并不适用于乌克兰事态。这意味着呢，美国不会出兵干预。拜登提小规模侵袭，其实呢，更应关注的是他的说话的真实的语境。他说，如果发生小规模的侵袭，我们最终必须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而争论。我们是谁啊？当然是指美国以及他的欧洲盟国。那么这争论呢，显然表明内部它是存在分歧的。所以啊，在我看来，小规模侵袭的这场言说风波啊，来得正当时，对乌克兰是个最有力的清醒剂。虽然乌克兰总统发推自诩是在代表大国发声，但是呢，一旦真要卷入到大国博弈的最前线，那么沦为祭品就在所难免。乌克兰必须要做出趋利避害的审慎抉择。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